它虽然是不同的系列的，它会不会容易彩色？不过实际碰它的手感比我预想的再更脆弱一点。加购的话，我还蛮推荐可以加购这个东西的，弹性很高的点，我们看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也是抬头看看。这支影片呢，想跟大家分享我在 IKEA 才买的大型家具跟灯饰，共有12样，加上运送和安装的服务，整个价格大约是8万块。目前已经使用快半年的时间，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最真实的心得。哪些呢？我觉得蛮推荐的。那哪些我觉得可以再考虑看看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是一进门的玄关区，这里购入了滑门柜和长凳鞋柜。我们的房子是一个空屋，格局上会有一开门就出现一个对门的问题。那这个在风水上应该是一个大忌，所以当初在规划的时候就有想说，可能会买一个柜子或是屏风去挡住这个视觉。那寻觅之下呢，我们就找到这个滑门柜。这款滑门柜它的高度有186公分，所以在视觉上真的是很完美的阻隔掉了。摆进来之后呢，也很自然的形成了一块落尘区，然后加上它是这种竹制栅栏的设计，所以在整个视觉上面不会觉得很拥挤。这里我就是做一个浴衣区，下面就是放一些出门会常使用的收纳袋，然后像左边这边就是安全帽啊，一些招财小物跟我们常会用的湿纸巾、面纸这样。下面就是做一个包包的收纳，我觉得它这样子用起来真的还蛮不错的。它的滑门呢是卡榫式的，本来很担心会不会不够稳啊，会有脱轨的状况。那目前使用半年下来，意外的它真的非常的湿滑。它的旁边选了另外一个系列的穿鞋凳。然后它的下面这边呢有做个收纳，主要就是放客人的鞋子，但是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客人会来。然后它虽然是不同系列的，可是材质是一样，都是竹制。自己觉得肉眼上看的话没有什么差别，它就算是同一个系列的，我也不会有所怀疑。然后这样搭起来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整体的一致性也很好。再来就是餐桌区，这组餐桌餐椅其实是我很后期才购入的，纠结了很久，也找了很久，怎么样才比较适合。首先呢，因为我们家是细长型的，所以餐桌挑选的宽度就不能太宽，不然会阻挡到动线。最后在尺寸的考量下呢，剩下这2个选手，一个是宽125公分，另外一个是宽140的。这2款其实乍看一下真的是很像，颜色都是浅色系。那最后是选择125公分的这一款，原因也很简单，考量到走路的动线还是这个会比较适合。但后来发现呢，它虽然比较小，价格却是比较贵的那一个，因为这一款它是实木，另外一款是实木贴皮，价格就很理所当然的比较贵一点。虽然它们的颜色是一致的，可是你看的时候其实看得出来质感的差别。像它这个贴皮，虽然这边这样贴得很好，但它有些区块给你看是这样。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细节上就看得出落差。它实木就是你看得到这种实木的拼接痕。实木主要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比较重，你这样推，我推动了。反正就是它很重嘛，所以它其实不太容易会被移动到。那另外一款就是比较轻，它旁边也是做一个圆角的，所以可以做到一个防撞的安全考量。其实当初在选这个浅色桌子的时候，有很担心一点是它会不会容易彩色或是吃色。那使用到现在发现都还没有这个状况。就像我们很常吃麻辣烫嘛，有时候辣油滴到桌上，其实用湿纸巾擦都擦得掉，所以它现在真的还是非常的干净。那餐椅呢，我只是选择这个最基本款的搭配椅垫。这一款呢，它有另外一个款式是它的椅垫是内建的。那有到店面看过之后，发现有椅垫的呢，它其实是一块布罩着一个有一点点像保丽龙的材质，就是一体成型的。我觉得它在清洁上可能会比较难处理一点，所以后来我选择分开的。然后非常强烈建议要加购椅垫哦，因为它这个真的很硬，就坐起来不舒服。我觉得这个搭配对小宅来说非常的适合。接着往上看呢，就是灯饰，这一款应该是 IKEA 的网红款。它这一组是灯罩加吊灯加灯泡，然后它装上去的瞬间，整个区域的氛围感都大升级。原本在购买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灯罩是宣纸，不过实际碰它的手感比我预想的再更脆弱一点。它原本是扁的嘛，
我拉开然后要做组装的时候，就不小心太用力了，所以它上面就有点被我弄破。不过它其实也才300块，你这个挂起来之后，其实也不会有碰撞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你如果让这个纸的声音呢，就是它真的很脆弱。然后转过来呢，这边是我们的餐边柜，这一块的后面是放我存货的东西，所以这样看过去的时候，视觉上会有一点乱。我就想说，这边应该要选一个灯具，因为你选这个灯具，这样看过来的时候，你的视线会往这边移。那当初我跟ChatGPT讨论了，他是选了另外一款灯具给我，那一款灯具整个氛围是我想要的，但是灯具它的比例是错的，那灯具非常的大，放在这边根本就不适合，所以后来就一样是选那个黑色系，又比较纤细，加上它是有2个灯源，下面这个灯源是可以这样调节的，我觉得还蛮棒的，它真的很轻又很细，女生的话是可以这样单手拿起来，不过它的这个灯罩是塑胶的。所以它在材质上其实比较普通一点。整个立灯加这2个灯泡加起来是945左右。这2款都很适合租屋族选择，因为它很便宜，整体的氛围感又很好。接着是这次单价最高的客制化衣柜，我是用客制的做了2组，一个是大的，一个是小的。Pass 的客制化程度真的非常高，从颜色、门板、抽屉、门把、配件，你都是可以自由的去做选择。整体的质感，其实我觉得跟系统柜有的比。首先是这个大的滑门柜，它的宽度是有150公分。这一组我觉得比较特别的选择就是它的门板，除了门板是比较特别的选择，我还选了侧边的小挂件，这边我就有挂帽子、皮带跟烫衣机，就像这种比较零碎的小东西，如果放在下面就蛮占空间，也显得乱。它就挂在旁边，比较整齐，那可以这样拖出来就很不错。如果加购的话，我还蛮推荐可以加购这个东西的。你是有意愿想要选滑轨的人，我觉得蛮值得选的，因为它的滑轨做的蛮好。给你们看。就它有变慢这样，旁边那个也是，这个是滑轨门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其实这个滑轨门本来是要放在卧室的，但有一些原因，所以我们把它移到客厅了。但放在这边我也觉得很棒。这个柜子除了衣柜之外，也蛮适合你可以拼成连收纳柜的组合，都很不错，因为它弹性很高，也可以全部都做抽屉柜。然后弹性很高的点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客制化程度很高，就是因为它这个是全部都这样装好孔，所以你自己之后想要调整高度啊，这边都是可以自己去做调整的。然后你也可以全部都做抽屉柜，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它是小的，左边呢就是选了镜面，这样就可以省下镜子的空间。而且我卧室蛮小的，所以装这个镜面之后，我觉得整个空间也变比较大。然后跟它，看，我觉得它照起来是镜头上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显瘦，但肉眼看的时候是真的很显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镜子不错。这个柜子啊，小的话只能选开关门。它有一个要注意的事情是，我们看一下哦，开关门嘛。然后因为它这边会需要留这种卡榫的地方，所以它最下面这一层就一定只能装这种篮子，不能装比较结实的这种抽屉柜。这种篮子它耐重蛮有限的，没办法去承重太重的东西。像小的这种网篮，它加购的单价是比较便宜，旁边的轨道也有点不一样，所以它并没有缓冲，它会直接这样冲到最后面。然后给你们看，这个就是有缓冲。这个抽屉它真的非常的耐重，我是塞了满满的牛仔裤，不会有任何抽会觉得很重啊，或者是它有任何一点奇怪的变形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抽屉还蛮棒的。最后呢是主卧的床架，如果要在 IKEA 中选最后悔的家具呢，就是它。当初呢有收纳的考量，所以只有考虑掀床。
这一款掀床的优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好掀，我一个女生就可以这样独立的把它掀起来。但是现在用不到半年，它就很明显的有异音。原本有想说是不是组装的问题，但我们是请师傅来安装的，应该不太会是。检查了整个零件啊，也都是锁得蛮紧的。后来上网爬文之后才发现，这好像是排骨床架的通病。它的异音有多严重呢？就是像我睡觉有个跨脚的习惯，然后我把脚跨上去就会有声音。它的优点是床下收纳空间真的很大，但是床边跟下面的那个收纳空间是有缝隙的。从好处讲的话呢，你的东西收在里面比较不会有那种被闷住、比较容易发霉的情况。讲不好的点就是它下面其实很容易积灰尘，所以如果考量到上面的这一些东西，重新选的话，我应该会选高脚床，就不会选这种掀床。这样呢，除了餐桌区域，其他的家具我都是选 IKEA 他们的配送加师傅上门安装的服务。配送的运费是990，师傅安装他们会收你整个商品总价的7%。那这个安装的流程就是，当天运送的师傅会先到，他们会把材料送上来，接着才会是另外一组安装的师傅到，他们帮你做安装。大概2个师傅1个上午就可以搞定了，真的非常的快。做完之后的垃圾他们会帮你收好。过几天 IKEA 会派专门收这些回收的师傅来帮你收走，所以整体来说真的很顺畅跟方便。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很加分的，就是当初因为空屋在选嘛，有一些家具你们跟他瞧运送的时间其实都蛮有限，都没有我第一个想要的时间就有，但是 IKEA 的时间就真的很便利。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在搬家上很加分的项目。唯一有一点我觉得要注意的是，师傅上门安装的时候都是用电钻，所以在分贝上会蛮高的。好啦，那以上呢就是我在 IKEA 才买的大型家具分享。如果你也是在布置软装的话，希望这些分享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方向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啦！这个小花絮啊，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衣柜会从卧室搬到客厅。当初在规划的时候，有看一下建商的室内设计图，就有看到 OK 主卧室摆得下一个双人床，还有2个床头柜跟一个衣柜。对，所以在量尺寸的时候也发现可以，但好像是有一点拥挤，不过好像是可以接受的。结果我实际放了之后发现，它在高度上很压迫我放得下放得下，但是根本就很难使用。所以后来搬家的时候又请搬家师傅另外花一笔费用，请他可以帮我们搬出来。透过这次的经验，就有发现2个蛮可以注意的东西。第一个就是在布置规划的时候，还要考量高度这件事情。跟另外一点，那时候建商的图不是有画可以放得下吗？上完后就发现好像蛮多会有这种状况，建商的图画规划，但是实际使用不见得是他们真的盖完后的那个可以装饰的样子。就是这个好像还蛮多建商会有这个问题，原来也是不能完全相信那个图去做一个比例，就它可以做参考。